尊敬的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各位同学，阿弥陀佛！欢迎大家来到加拿大湛山空中法堂，请大家合掌念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我们每一周跟大家讲维摩诘经的要义，目的呢，就是要启发大家的智慧，让大家知道怎么样呢来修学佛法，怎么样对修行找到一个方向。虽然呢，我们每一天都在拜佛，在诵经，在打坐，以各种方法来修行，但是呢，有时候我们就会修偏了。那么维摩诘经里面所讲的道理，就是要矫正我们一种知见。什么知见呢？就是你在生活当中执着一切法是实实在在的，这是不对的。但是你把所有东西都认为说一切都不存在，把这个空误解为什么都没有，空空洞洞的，这个也不完全对。所以维摩诘居士教我们要超越于有还有空的相对的概念，你才能够真正的找到佛法的中道。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找到佛法的真道呢？你在佛经里面的文字，或者是在概念里面，你是找不到的。佛法的真道是要透过这语言、文字、概念，你要去体悟。当你悟到以后，这个才是佛法的真道道理所以我常常遇到每周听我们讲维摩诘经的居士，我说你听懂没有有的居士跟我说我听懂了，师父我全部都听懂了。我就跟他讲了，我说师父在问你说懂不懂，不是从文字到文字不是从语言到语言，不是从概念到概念。我虽然从语言、文字、概念之外，要去悟到这一部维摩诘经弦外之音的那种智慧，也是那种中道，这才是你真正的智慧，这才算是真正听得懂这一部维摩诘经所以你们在听我讲维摩诘经要义的时候你不能只停留在语言、文字、概念方面。有时候维摩诘居士他在讲佛法的时候，跟你平常所理解的、所学到的是背道而驰的。为什么呢？他就要破除你一个执着。
你们明明认为这个是白的，他说是黑的；明明是黑的，他说是白的。这就是《维摩诘经》里面的精华。当然有一天你突然之间你明白了以后，你这时候你就跟这个维摩诘居士与这个文殊师利菩萨最后的对话就是微微一笑只能意会，不能言说。这就是维摩诘经的智慧。我们在上一讲讲到了维摩诘经文殊师利菩萨品的第5。最后呢，佛陀只好派大智文殊师利菩萨去向这个维摩诘居士问病。那么今天开始讲维摩诘经不可思议品第6。维摩诘经里面一共有14品，我们已经讲了第6品了。那么这一品呢叫不可思议品。顾名思义，就是说维摩诘大居士神通广大，以我们凡夫的思维和境界是无法想象他的这种神通妙用，所以呢叫做不可思议。在这一品里面呢，有很多不可思议的境界因为呢，我希望说每一品用一讲大概1个小时跟大家分享。我没办法把这个维摩诘经全部一一的来跟大家讲这只能是从中把那种有代表性的比较我觉得是很重要的把它抽出来，然后来跟大家解释所以我们的题目叫维摩诘经讲义所以呢就是我讲的是这部经的纲要那么我们讲第一个不可思议的境界是什么呢？就是由真空变妙有。在维摩诘经第6品是这样说的，他说这个时候舍利弗降到这个维摩诘居士的卧室里面，连一张椅子都没有，空空的。心里面就想他说这么多的菩萨和声闻弟子应该坐在哪里一般来讲有客人来，那么都会准备椅子给大家坐，但是维摩诘居士呢，他故意把他这个卧室把它清空了，什么都没有，空空的，只有他一个人躺在床上。那么这个舍利弗是谁呢？舍利弗是佛的10大声闻弟子之一在声闻弟子里面呢，他是智慧第一当然声闻弟子呢，就是佛教里面属于小乘弟子因为佛法里面有分为大乘跟小乘。那么舍利弗呢，它是代表小乘的智慧。那么像文殊师利菩萨、维摩诘居士，他这个是属于大乘的智慧。那么维摩诘居士他立即就知道舍利弗的想法了，便对舍利弗说说仁者你是为求法而来呢，还是为求咒而来呢？这个时候舍利弗给维摩诘居士这样一问心里感觉很惭愧的立即就回答他说我是为求法而来，不是为求咒而来。那么这个时候维摩诘居士就借这个机会跟他开导佛法，
开导大乘佛法。他说：“为舍利弗啊，真正求法的人，甚至连自己的生期性命尚请不惜呀，何曾会在乎有没有座椅呢？”他说：“真正求法的人，是不会对色、受、想、行、识五蕴精神上有所贪求啊，也不会对六尘、六根、六识、18界和12入的肉体上有所贪求，也不会对异界、色界与无色界这3界之相有所贪求。”他说：“舍利弗啊，真正求法的人，不着佛相求，不为贪着寻求佛的加持和供养佛的福报。”他说：“第二，不着法相求，也不会贪着寻求这个法而迷失自己。第三呢，不着身相求，也不会贪着寻求皈依僧众。”维摩诘是意思是说啊，佛法不在佛法僧三宝中求。大家要注意哈。当我们听到维摩诘居士这样一讲以后呢，对我们这个传统的教义，这个好感觉到有冲突了。我们通常的话呢，我们要修学佛法，我们一定要皈依三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但是维摩诘居士他是背道而驰，他是真正求佛法的人，不应该对佛法僧三宝的执着。大家想一想，他在讲什么？这里面是很深的含义在里面啊。如果你从这个文字表面来理解的话呢，那你就错误了，你就误解了维摩诘居士他的本意啊。我刚才不是讲过吗？维摩诘居士在维摩诘经里面要让我们破除了一切相对的概念。我们不要执着这个吃世间法，也不要执着世间法。世间吃世间不二，这就是不二法门，这才是得到解脱。我们这个修学佛法的人，我们要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同时我们也不能对佛法僧三宝的执着，这才是真正的皈依三宝。大家明白这一段意思吗？所以呢，有很多人读了维摩诘经以后他就诽谤佛法他是以为他读懂了，他了解了，然后批评我们平常修学的佛法这个就说他不明白维摩诘经这一部大乘不可思议境界的道理所以呢，大家要知道，我们修学佛法需要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在三宝中去修学，但是不执着佛法僧三宝，要取之于中道。好，接下来他就讲到这个四圣谛苦集灭道。他说真正求法的人，不从降苦求，不为直求世间苦相，不从断集求，也不会直求断持烦恼集
不从正密修道求，也不会只求正悟寂密修道。所以维摩诘居士他的意思是说大乘佛法不在苦集密道四谛中求，要做到什么境界呢？要做到无求才是真求啊！我在这里要跟大家解释一下。通常我们在修学佛法，我们要从苦集密道四圣谛下手。我们要知道世间有生老病死、爱别离、求不得、厌憎会、五阴十胜苦。了解了人生八苦之后，我们这个时候就要想要怎么样离苦得乐。那么你怎么样离苦呢？首先你要知道这个苦从哪里来啊？发现了苦是因为有集集是执着的意思，所以一切苦都是因为执着，所以才有痛苦。好了，你知道苦的原因以后，这个时候呢，我们想要离苦得乐乐就是寂密那么你要寂密之前，首先要怎么样？要修八正道那么修完八正道以后，就会破除一切执着，苦就没有了，就能够得到这个寂密快乐了这个是我们修这个佛法过程当中一定要学的。那么维摩诘居士在这个维摩诘经里面就告示了当时很多的这个声闻弟子，还有天王，还有好多的听众就是说我们不应该在苦集密道中求佛法。为什么呢？跟刚才讲的这个三宝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要通过苦集密道来修行，在这个同时，我们不能执着苦集密道四圣谛。如果你认为在四圣谛里面求法，这个就是佛法，那就是错了所以要做到无求才是真求大家能不能明白这个道理这个道理呢有一点深听起来像有的人第一听大乘佛法里面的可能听不大懂大乘佛法里面叫不可思议境界嘛，那不然的话呢就不叫不可思议境界了就是因为呢你是没法理解用我们凡夫或者小乘的境界没办法去思维想象去理解，这叫不可思议境界。但是呢，当我们慢慢修学佛法以后，有了大乘佛法的智慧以后，自然而然你就明白了。维摩诘居士呢非常慈悲，他就说他说为什么求法不应该在三宝在四谛里面求呢？因为佛法没有细论。如果说我是应当降正世间苦，断除烦恼集，证悟寂密，修八正道的话，这不过是说声无意义的细论而不是真正的求佛法。大家听到维摩诘居士这句话有什么感悟大家有没有想到《金刚经》里面有几句话说凡所有相皆是希望所有一切相都是希望，包括三宝，包括四圣谛，这都是应机说法，都无真正的实义。三宝跟四圣谛就像药一样，对病下药，病好了，这个药就没用了。所以呢，
所有的佛法都是一样的道理啊！你要知道，如指指月啊，就像一个指头啊，说月亮在那里啊，说月亮在什么地方，你要透过指头去见这个月亮，你不能停留在这个指头上。所以维摩诘居士说，这个四圣谛就是细论，因为他只是教你一种方法啊，他不是真正能够让你离苦得乐。真正让你离苦得乐是你要有心悟，你要有通过你的心去觉悟、去明白、去了解到，哦，原来我们人为什么会有痛苦。所以你要用你的心去体悟，这才是你所得到的真正的智慧啊。那么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就维摩诘居士呢，要破除我们小乘凡夫的执着。世间上的人，还有修小乘的人啊，他不像这个大菩萨，他容易执着啊，那么会在法相上去执着，那你就没办法真正的彻底的悟到知法的实相，也就是说你没有得到圆满的智慧。维摩诘居士呢，在维摩经里面呢列举了有实际化对佛法的这个阐述那么因为呢我们的这个没有那么多时间，所以呢我只是列举了几句来跟大家分享。维摩诘居士说：“舍利弗啊，他说法无行次，什么意思呢？他说真正所求诸法是无可行、无不可行的地方。如果只遵循于这个法规，那么这便是执着的行为啊，而不是求佛法。也就是说，法无定法，修行不能执着于某一法，应该怎么样？要对病下药对机说法，就是我们常常讲要观机斗教所以这个法没有固定，就很简单了。就不要讲，我们常常讲说禅修对修行很有帮助，但是对有一种修行人不一定有帮助。你叫他念经，叫他持咒，他会修得很好；你叫他坐在那边，不一定好。那有的人讲说念佛很好，但是对某一种人，他喜欢禅修的，也不一定有效。这就是法无定法就是当我们在说法的时候，我们要教众生修行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观机，然后才能够斗教去教他们。这是维摩诘居士所要表达的智慧。另外呢，他说法无处所，什么意思呢？真正所求之法是无所在、无所不在的。如果心则有存在之处，则便是万心之境，故有处所，而不是求佛法所以我们这些居士呢，在这里是要破除我们在某一个地方求法的执着还有他说法名无相，真正所求诸法是无相无不相。大家能不能听得懂就是我常常讲，以前漏斗师傅也在讲经的时候，他也提到说，什么叫诸法实相？诸法实相是无相无所不相，这才是诸法实相，这个才是真正的法。
如果随相而生，有这个分别意识之心，则便是只求希望的相事，而不是求佛法。所以大家要知道，我们不能在一切相上去执着，我们应该透过现象去体悟本质，去通达空性，了解无我，那你才不会被法所束缚了。还有他说，法不可住，什么意思呢？真正所求诸法是无有常住，也不可安住的。如果安住于法中而生这个沉迷的见解，则便是心执着于法，而不是求佛法。所以我们讲到法不可住，我们就会联想到《金刚经》里边一个偈叫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维摩诘经里面很多道理跟《金刚经》的这个道理都是相通的无论是维摩诘经，或是《金刚经》，或者是六祖坛经都是道理都是相通的这个六祖慧能大师他也引用了很多维摩诘经的这个法语所以当你一通百通你读懂了六祖坛经，你就读懂了维摩诘经；你读懂了维摩诘经，你就读懂了金刚经是叫一通百通，一悟百悟还有维摩诘经是讲说，法不可见闻觉知。真正所求诸法是不可执着于脑海印象中的见闻觉知。如果修行是想见佛之相，则便是执着见之行；如果修行是想闻佛之声，则便是执着闻之行。这些都是有相之法，而不是求佛法。这是维摩诘居士讲的佛法。所以当我们听到这一段佛法之后大家记不记得有一个偈语说，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这个偈语是来自于《金刚经》的偈语，意思是说以妄想执着的心态，想要看到佛的样子，听到佛的声音，这是世人错误的认识执着于外相，心外求法，是不能真正见到佛的。那么怎么办呢？只有放下妄想执着，向内心去体悟佛法，才能明心见性所以我们学法，我们一定要明白怎么样修学佛法才能够明心见性。我们要不要拜佛我们要拜佛，但是不执着于能拜的我跟所拜的对象。我们要不要听佛法呢？当然要听佛法。
我们听佛法之后，透过语言文字去体悟佛法，但是我们不要去执着语言文字的佛法，你才能够明心见性。维摩诘居士还讲，他说法明无为啊，真正所求之法是无为无相的。如果所行是有所为而为之法，则便是求有为的释迦法，而不是求佛法。有一对对联是这样写的，他说：事能知足，心常态；人道无求，品自高。这是清朝文学家纪晓岚的相师陈伯牙撰写的。这里说的无求，与维摩经的无为很接近，主要是要告诫我们呢，要舍弃功利与浮躁，不为外物所羁绊，不为浮云遮双眼从而呢获得一种什么境界啊？超然物外的自在与宁静的境界。人生最高的品德是什么呢？就是要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能够不将其志，不辱其身无为而无所不为，有所不求，才能有所追求这才是无求的最高境界也是一种胸怀和心态。维摩诘居士说：舍利弗他说综上所述如果是真正求佛法的人，便应对于一切法皆不贪着，无所欲求。什么意思呢？维摩诘居士告诉我们，在修学佛法的时候，我们应该要依教奉行。在依教奉行过程当中呢，无所着，无所求，这个呢才是真正的佛法。因为无求才是真求你有一个相可求，执着的有求，那这就不是求了。就是《金刚经》里面讲，佛法非佛法，是名佛法也，就是这个道理。就在维摩诘居士这样说法的时候当下有500天人依诸法中夺法眼净。什么意思呢？什么叫法眼净呢？就是菩萨得了能观察一切事物的清净法眼。我们刚才所讲的是维摩诘居士阐明的一切法皆空的道理。那么不是说一切法皆空就什么都没有了，那这个不是佛法。依空中起大悲心，在修学佛法利乐有情的过程中，不执着有能度的我，有所度的众生，
对佛法也不可执着，才能够得到解脱。那么用另外一句话来说呢，就是说，当我们在修学佛法的时候，我们不要执着一个能修的我，还有所修的法，那你这样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修行人。如果你对法执着，对我有个执着，有我执有法执，那你永远没办法明心见性。好，我们现在讲第二种不可思议的境界。什么不可思议境界呢？在这个维摩诘经里面讲到，这个维摩诘居士从这个须弥灯王佛那里借来了32000张狮子宝座，置放于一个很小的空间里面，有多大呢？只有一个丈室。32000张宝座放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面，一小一大，互不妨碍，这就是另外一种不可思议境界啊！维摩诘居士对这个舍利弗开导佛法以后，他老人家很慈悲这个时候呢，他随顺众生就满足了舍利弗的心愿。于是呢，就从其他佛国净土借来高广座椅给大家安坐。在维摩诘经里面是这样说的：维摩诘居士呢，就跟这个舍利弗说完大乘妙法之后就转过头来问文殊师利菩萨说说仁者你曾游历过无量千万亿的佛国净土，可否知道在哪个佛国净土里有最好的狮子宝座呢？文殊师利菩萨就说说居士从事东方跨越过36恒河沙数的国土就代表弘扬的这个地方了就会发现一个叫须弥相的世界，那里的如来名号叫须弥灯王佛。这位佛现在还在那个国土为众生说法。那么须弥灯王佛的佛身有多长呢？有84000由旬。所以呢，他的宝座也有84000由旬。而且呢，这层宝座都是做得非常精致庄严那么由旬它是古印度计程单位，1由旬它的长度有的说是40里，有的说是50里，有的是说6里。其实这个并不重要，这个由旬这个84000由旬是代表很高的意思。于是呢，这个维摩诘大居士呢，应用了这个神通力，及时请的这个须弥灯王佛送来了32000张狮子宝座。这层宝座呢，高广庄严，一下子便安置在维摩诘他的卧室里面。那么当时呢，诸众菩萨声闻弟子，还有梵天帝释和4大天王等从前都未曾见过这么高广的宝座。而维摩诘的这个房子也好像随之变得宽阔广大，完全容纳了32000张狮子宝座，而且呢，一点也不觉得拥挤急促。同样的，对于毗叶离城还有南赡部洲的环境，也是丝毫没有任何的变动。每个地方看起来
就像如初一样，没有任何的改变。维摩诘大居士啊，他显示这么大的一个神通啊，让现场的这个大众啊，看到如此不可思议的境界。什么叫不可思议呢？看到小能容大的大乘境界，打破了空间的观念。像我们一般凡夫肉眼，我们只能看到大能容小，我们几乎说没有看到小能容大的这种境界啊！这么多的宝珠放在一个这么小的一个房间里面，没有感到任何的改变，这个就是大乘境界啊！我们现在讲啊，第三个这个不可思议的境界啊，就是维摩诘居士啊显示了神通啊，把这么高广的这个作者印到他居住的地方。那么这种听众是怎么样能够坐上这么高的宝座呢？啊，所以第三种不可思议境界是菩萨神通广大，随心自在。啊，小乘的人他就不自在了。什么意思呢？啊，我们可以看这个《维摩经》里面啊，他是这样讲的啊，是这个时候呢，这个维摩诘居士啊，就对文殊师利菩萨说啊，说这个诸位尊者及各位大菩萨啊，现在这个宝座已经来了啊，大家一起坐吧。各位可以随自己的身体，就像这个狮子座一样高大相称而坐，因为这个须弥座很高大嘛，啊，所以一定这个要身体要变高大，你才能坐上去，你如果太矮的话就坐不上去。于是那些以得神通力的菩萨，都把自己的身体变成42000由旬高，再坐上须子座上面去。所以菩萨没问题啊。可是那种刚刚发菩提心的初发心菩萨，以及这种小乘的声闻弟子，却全部无法变身就坐啊！这就是显示大乘菩萨的境界跟小乘菩萨境界的差异啊。这时呢，维摩诘居士呢就对舍利弗说啊，说，请你也坐上狮子宝座吧。舍利弗就回答说啊，是居士啊，这宝座太高大了，我上不了啊。那么维摩诘居士就说啊，说舍利弗啊，我可以教你一个办法，你向须弥灯王佛恭敬顶礼，就能坐上去。于是呢，所有刚刚发菩提心的菩萨以及小乘的声闻弟子，随即呢纷纷向须弥灯王佛恭敬顶礼后，都能够做到这个狮子宝座上面去。这个就是讲这个佛法不可思议啊。舍利弗对这个维摩诘居士说啊，他说真是前所未有的事啊。他这样的这个小的房间，竟然能容纳这么多高广的宝座，不但对于这个毕业离城的空间没有造成任何的妨碍，而且呢，对于整个南赡部洲的所有城市村落以及各龙王鬼神的宫殿，也并未造成丝毫的破宅的现象。那么维摩诘居士呢，所居住的房间呢，它只有多大呢？有1丈见方这么小的一个空间，能够容纳这么多宝座。关于这个讲到这个维摩诘居士所记的这个叫藏室，叫维摩藏室我们现在中国汉传佛教寺院的住持所住的地方，也称为方丈。那么自此也可以尊称为方丈大和尚。
这都是受这个维摩诘经大乘佛法的影响。第4种这个不可思议境界就是维摩诘居士开示了什么叫菩萨至于不可思议解脱境界。维摩诘居士他之所以这个思想有病，其实他目的呢是希望度化小乘人回小向大，希望大家都修学大乘佛法，因为大乘佛法才是佛的本意佛是希望大家发大菩提心，行菩萨道自利利他，自救救他，救行圆满，这是佛的本怀。维摩诘居士呢，他是帮助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所以呢，他目的呢是要使这种小乘人回小向大，归信于大乘，所以他才想示各种各样的神通，让这种小乘人看看大乘的境界是什么。所以这个维摩诘居士他观察到现场的所有一切的听众，包括舍利弗已经可以接受大乘佛法的教化了于是呢，他接下来就开示了什么叫菩萨至于不可思议解脱境界。维摩诘居士说舍利弗诸佛菩萨有一种解脱法门，叫做不可思议。大家记得我们这一品叫不可思议品就是维摩诘居士要来开导当时的小乘弟子，明白到什么叫做菩萨解脱法门，或叫不可思议境界。所以他说诸佛菩萨有一种叫解脱法门，名叫不可思议。维摩诘居士为了让舍利弗等大众了解到诸佛菩萨不可思议解脱法门，那么他在维摩诘经里面呢列举了10个例子作为说明那么因为时间关系，我在这里呢也只能是列举几个例子来与大家分享。其中一个例子呢，大家都常常会听人家提到，叫芥子纳须弥芥子像芝麻那么小，它能够纳一个须弥那么大的一个东西。那么维摩诘居士呢说，如果有菩萨安住于此不可思议解脱境界的话呢，能够把巍峨高大的须弥山将之纳入于一粒微细的芥子之中芥子就像那个芝麻那么一个小，把一个那么高大的须弥山纳入到这个芥子里面，而且芥子的体积不会有任何的增减，那么这个须弥山也是原来的那么广大。我当中的四天王和这个忉利支天也随同须弥山一并纳于芥子之内，却一点也不觉察到，这就是不可思议他说只有那声因应此法门而受化的这个众生才能降到须弥山，被纳于芥子之中，这就叫不可思议解脱法门他说舍利弗至于不可思议解脱法门的菩萨，能用他的右手将3000大千世界把它捡起来，并捏成陶匠使用的陶轮的模样，将之置于手掌之中，然后把它扔出去，
丢到恒河沙市那么遥远的世界之外，我里面的众生却一点也不觉察到有任何的移动，没有感觉。然后菩萨又把这3000大千世界重新换回原处，那时候众生还是不知道他已经回来了。这个就是菩萨那种不可思议的神通妙力啊！所以以上这种例子就说明了什么呀？空间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空间是一个放发不实的。还有呢，从佛法里面讲，大小互摄互融，来去自如，这些都是显示空间不是实实在在的。我们仿佛众生都会执着空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但是从菩萨的境界来讲，空间都是一种虚幻的。那么维摩诘居士他用空间来显示不可思议境界之外，他也用这个时间不实来显示各种各样的神通妙用。他就告诉舍利弗说如果有生众生是乐于长久自视，然后又应该可化度的话，至于不可思议解脱境界的菩萨，只能使7天成为一劫之久，7天成为一劫之久，能够把7天变得很长很长，令那些众生以为自己经历了一劫修行之久他说呢，还有另外一种人有些众生呢不乐于常住世间，然后又该可化度的话，他说呢，至于不可思议解脱境界的菩萨，也能够使一劫缩短为7天一劫很长嘛，他能够缩短一个很短的时间，令那些众生以为只经过7天的修行而已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成佛无论是要经过3大阿僧祇劫，或者是即生成佛，都是权巧方便度众生，时间对佛而言都是虚幻不实这个时间从佛法来讲呢，没什么长，没什么久完全都是你心里的感觉。像有的人呢，今天很 happy 很快乐一天很快就过去了。今天如果说你遇到麻烦事，心情不开心，你今天呢度日如度年你会感觉到时间很长这个就是佛法，这就是佛的道理。维摩诘居士说，舍利弗至于不可思议解脱境界的菩萨，能把所有佛土的功德庄严及一果向众生示想。他说，舍利弗如今我不过是粗略的为你解说一下菩萨至于不可思议解脱境界的能力。如果要详加说明的话，恐怕要多长时间呢？要超过1劫时间呢，甚至更长的时间呢。所以这是这个维摩诘居士对于至不可思议解脱境界的菩萨做了一个结论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大迦叶，大家还记不记得？大迦叶也是佛的10大声闻弟子之一听闻了菩萨的不可思议解脱法门的能力感叹的说这真的是前所未有便对舍利弗说说正如有人在这个瞎子面前展示各种各样的东西，可是瞎子都是看不见的。所有声闻乘的人声闻乘就是小乘听了这不可思议解脱法门，一点也不能理解，便是同样的道理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大小乘境界不同，所见所闻的也不一样。
维摩诘居士说只有智慧的人，如果听闻这么好的一个法门，这个大乘法门，还有谁会不发求无上正等正觉的菩提心呢？他说奈何我们这层小乘根性已经变坏了，就如同腐烂的这个种子不能萌发起对大乘佛法的心呀。所有的声闻乘的人听闻了这不可思议解脱法门，都应该痛泣哭声，但要震撼3000大千世界才是而所有的菩萨都该欢欣庆幸应即顶礼领受此不可思议法门若有菩萨能彻底信奉了解这个不可思议解脱法门，则一切魔众也就无法得逞，也就做不了恶也做不了什么坏事这个就是这段经文是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个大迦叶这个时候他终于觉悟了，他觉悟到不可思议的大乘境界稀有难得。因为如果从小乘要过渡到大乘是十分艰难的，这就是为什么大迦叶在维摩诘经里面讲到，信奉小乘的人看到大乘境界，就像瞎子看到眼前的东西是看不到的，是没办法相信的。但是呢，如果我们修大乘的人，那就不一样了修大乘直接进入大乘之门就不用从小乘修起了所以我们在座各位都要自己庆幸自己我们一听佛法，马上就听到大乘佛法，难招难遇要有这样的一种稀有难得的心所以我们要感恩。那么就在大迦叶这样说法的时候有32000天道的人当下发心追求无上正等正觉。那时候这个维摩诘居士就对大家说是仁者在十方无量无数世界之中，施展邪恶的那层魔王，大多是至于不可思议解脱境界的菩萨，他们为了以方便之力去教化众生，故而施向魔王的伎俩。本来这个大迦叶看到大乘的不可思议解脱境界已经觉得很了不起，到最后维摩诘师还告诉他说，大迦叶你不要忘了你以为呢这种魔王看起来就是很坏的人，他说其实有一种魔王也是菩萨化身为了度化众生，所以化相成魔王大家要好好从这个佛经里面内容去参这个维摩诘居士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人很顺你，也有很多人背叛你，对你不好，给你很多麻烦，给你好多烦恼。如果你读懂了维摩诘经以后你就要知道这生给你麻烦的人都是来成就你都是你的菩萨。大家能听明白吗？所以你们呢要好好的这个读维摩诘经从中得到人生的智慧，你才能够得到解脱。那么我们这一堂呢讲解的这一品的结语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一品维摩诘居士以广大神通力展示了真空妙有、大小相融久暂互摄的不可思议境界，体现了大乘佛法之殊胜
我们读了这个《维摩诘经》以后，我们要对我们平常所有的执着都要放下，你才能够真正的得到解脱啊！就像檀溪老法师常常开示我们的佛法所讲的，看破放下，才能够得到自在。因为这个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晚上讲这个《维摩诘经》啊，不过11品啊，第6的要义。那今天就讲到这里。最后，我们把今天晚上这个讲经者的功德，还有听经者的功德啊，我们做一个总回向啊，回向给法界一切众生啊，离苦得乐。我们大家合掌啊，一起做个回向。愿以此功德，专扬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